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3月6号，顺便来聊一下比特币22000美金止跌了没有？或者是朋友也是在问，手上还有资金的情况下，那长线还能不能买？至于短线，我的观点有可能就是期货，你最近要搞的话，尽量短一点因为前面狗狗币也是跟大家坦白，有几笔多单都是有利润的情况下，但是最终又止损。现在是在盘整盘的一个结构短线也不一定会涨。就是你如果长线要买的话，你要有耐心，有可能它区间整理，就算也有低点的情况下，你可以分批来买或者等下再来跟大家聊一下为什么长线。我个人是觉得，你如果真的还有资金，可以买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给我们邀请链接注册，或者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群，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长线为什么可以买的一个原因，是这样子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比特币的几个均线组，就是整个大长线经过1年多的底部整理区间，不管是在19000或者是2万，或者是下去再跌破到15000美金，那现在整个底部的区间已经是脱离了。我的观点是，他把这一条非常重要的，也就是欧美的一些机构非常看重的这一条200的均线，他已经给突破，但是25000我是希望朋友们不要追，因为毕竟这里面如果数烂的话，也是感觉有一个1、2、3、4、5，现在跌下来是不是一个 A、B、C， 还是说它这个位置只是一个 A， 会不会有一个反弹的 B， 还有没有一个 C， 也都是有可能所以长线我的观点，你如果真的还有资金的情况下，目前是在整理区间，它如果是一个大头肩底的形态，现在是在右肩你尽量就是逢低买完它不一定会给你获利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目前整个整理的结构，它量能是持续的在退潮，也不排除这个位置日线到底是不是在支撑这个60MA 能不能撑住。但是我的观点，如果是在盘整盘的结构时间拖长，它这个60MA 也不排除有可能是会跌破。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一个布林线它除了日线里面60MA 这个位置短期22000美金附近有一个支撑区，而且它也是日线里面布林线下轨的这个位置，只是短线有没有可能会类似这种整理完马上再喷出去，我估计可能是很难，因为这一次不同上面是有几个片区的套牢区，当时这个位置也是有预期，可能整理的时间会被拉长，但是我也是没想到它后面是又涨了上去。所以我的观点是，现在的这个位置有没有可能类似这个区间再上去，我是觉得概率性可能是很少，有可能会不会有一个反弹，但是这个区间现在是有一个压力区，也不排除有可能还是在这个区间来震荡。那既然看到的一个现象是日线它是在稳这一个布林线下轨，但是它中轨是没有趋势的，没有一个向上的一个趋势。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为什么，因为是4个小时，它布林线中轨它是下弯的一个趋势，就是这个22000短期感觉是有一点稳住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明显的如果从裸 K 来观察，它是好像有人在这边一直稳在这一条线上，每次都是在收十字线，所以短线如果时间整理到位，我刚刚也是有算了一下，目前的一个时间大约是在17根左右还有几根左右，可能20的成本也将来到这个低位去。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昨天是有跟大家提到4个小时里面有几个好的迹象，就是这一根它是一根拇指线按正常一根大量的下跌，如果是非常弱的一个情况下，空翻的主力应该要乘胜追击，继续往下破，但是这边遇到一个多底，现在就不跌了，现在是有2根这种多方抵抗的 K 线一个是拇指线，还有一根就是昨天的这一个吞噬。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昨天这一根螺旋，它是有一个量，但是量能没有明显前面的这些量能大，就是说明量能还是在退潮的情况下，有可能整个市场相对比较不是那么热络所以我的观点有可能还是在区间震荡。而且我想再来跟大家聊一下，也就是这一个狮头线狮头线这一次连60MA 目前是都还没有去测试，有可能要转势的位置，它一般要测这个60MA 一般可能都会测1次到2次。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说上一次它在这个位置有一个上升的走势，它后面是转为一个空头或者是整理结构的情况下，这边是不是在测？我们可以拉进来观察这边就是在测这一个60MA 1次2次，后面是横到位
就往下跌破，来了一个中线的调整。那上一次比如说空头转为一个多头之前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说这一波它也是一个空方排列的结构，后面要转为一个上升走势，也就是在16000到17000的这个区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明显的从这个位置开始，它测了1次、2次、3次，其实都是在横盘，后面是有一个突破，它也是在横盘，最终在跌破的时候，它其实也是在横盘，没有破这个支撑区，然后这边也是在测1次、2次，最终我们可以看一下，后面是再破的时候也没有再破这个低点，然后它最终突破的时候，这边就开启一波上涨的行情。所以目前我们可以明显观察一下，就是它整个整理的走势，连这一个60MA 都还没有测，说明多方的主力可能目前还是有耐心的，是不是在洗盘，还是说空方的主力他也没有耐心的，是不是要乘胜追击，要继续往下去。所以我估计最近如果要搞短线，我的观点还是一样，我们尽量就短一点哦。然后我想再来跟大家聊一下，因为这2天也是24节气惊蛰的一个时间窗口，它到底会不会变盘？一般前后1-2天都算哦。包括之前是有跟大家讲过，如果我们看这一个黄金比例的时间序列，这一个19000的低点到上一次8月份这一个转折的位置，拉到这一次 FTX 交易所崩盘的这个点位，因为这1-2天也是2倍的一个时间窗口，所以短线我们尽量就观察主力这个位置到底，或者是到底会不会存在一个自然现象，有没有可能要变盘向上，还是说它4个小时整理到位，会不会再往下破位，破了这一个60MA 的支撑。但是我的一个观点，有可能还是在区间震荡，我们不然就减少操作，最后还是一样可以点我们 neutral。